最近这段时间，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如果我打算开始学画画了，我是用板绘还是用手绘呢？这是个好问题，今天就来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板绘其实也就是用电子设备来绘画，和手绘相比，有以下4个核心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它可以撤回，如果你不满意自己这一笔的效果，你可以完全返回到上一步，时光是可以倒流的。而这在传统手绘工具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状态，这个功能带来了巨大的操作修改便利性。第二个核心区别是图层功能，图层是板绘特有的功能。图层简单来说就是把最终结果分步骤一层一层叠加出来，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是在现代地图学。根据这个理念，电脑 CG 绘制线稿和上颜色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分层作画，每次都只画其中一部分。有些专业的商业插画师一张画绘制下来可能会分上百个图层。那我们来看一张 CG 绘画的绘制过程，你就会发现逻辑非常的严谨，基本上是从线稿到单色再到完整颜色的过程。这其实就是古典油画绘制过程在电脑上的再现，很多古典大师都有这样的作画习惯，他们都会先画一个底色稿，然后再往上面加颜色，和电脑作画的思路一致。简单来说就是线稿、单色到颜色。不过单色环节和上色过程因人而异，比如当代油画家小尾修的作画过程，就是先从线稿画一个完整的素描稿，然后再用单色底色画一遍，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再画一遍素描稿，最后再上固有色。而这位女画家呢，技术高超，使用的就是更加正统的传统绘画技巧，是以褐色稿为主的单色推进过程。而她这份细节刻画已经是整个作画的最后步骤了，画得相当的细致和精彩。油画呢，也是像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上颜色，图层这个思路很早以前就有了。这张图源于《艺术分览》这本书，记载的就是分层作画的逻辑。在更早的中世纪，绘画就是这样分层的，比如壁画和坦培拉。除了我刚刚举例的图层，从构图到形状，从黑白到色彩，现代电子商业绘画的每一个步骤背后，你几乎都能找到古典主义的源头。分层作画在商业价值上最大的作用就是效果稳定，易修改。每一层所要画的东西都是简单的，就算你某一层画错了，修改成本也是低的。除了步骤显得长了一些，几乎没有缺点。不过板绘工具里的分层和传统绘画里的分层不一样，手绘的过程不可逆，但是板绘的分层可以随便去其中任何一个分层来调整，这就相当于拥有了时光穿梭机，你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些关键节点来修改绘画，这大大提升了修改的方便。那么第3个核心区别就是素材的使用。过去画家画画是需要现场写生记录素材的，这也是速写的来源。以创作一个故事插画为例，无非就是把一个有动作的人放在一个合适的场景里。如果我们要画一个虚构故事，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和场景，可是我们可以去现实中去找类似的模特，找到以后把他的衣服换一个，也可以找类似的场景，但是把上面的雕刻或者大小比例改成更适合这个故事的面貌。为了收集这些素材，传统手绘画家是需要到处去旅游，去采集他的素材，这个在过去叫做采风。他会把他认为合适的人、合适的建筑都在速写本上记录下来，然后再回到工作室里重新组合，慢慢推销。这整个过程成本非常高昂，而且用速写本或者水彩现场记录的效果离最开始看到的又有相当的区别。只有少部分顶尖画家才能够将自己记录的素材准确地按自己心意描绘，提炼关键信息，同时回到工作室后又能够用强大的技巧把它推演回来。而照相机和电脑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照相机使得所有人都拥有了可以记录图像的能力，而互联网又使得所有记录了这些图像的人能够把这些图像在网上广为分享。于是现在的画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很多素材和资源，其素材的丰富性是远远超过以前的画家的。所以乃至于现在衍生出了直接用素材拼贴修改的作画方案，也就是把收集出来的照片直接在软件里 P 好合成，用各种调颜色、调光线、调大小的技巧，把这些素材的光源、大小、角度全部统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一样就是 P 图，最后再用笔刷在上面进行加工，做出一个类似绘画的效果。按这个逻辑来看，绘画和照相的边界其实正在消解，他们都回到了最初的目的，
也就是制作能够传达信息的图像符号。如果我们看重的是目的，也就是绘画这个信息的传递结果，那么过程中使用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了。电脑绘画正是这一价值发挥到极致的工具，未来只会更加方便。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大卫霍克尼的人生，或者中国的传统绘画，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和道路。想知道详情的，可以看看我过往做过的这期视频。那么接下来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核心区别，笔刷。在我们这个时代，点开电脑，在网上浏览各种版绘过程，经常会有大量的弹幕或者评论请求作者分享他的绘画笔刷。笔刷实际上就是电脑绘画里面的绘画工具，相当于传统手绘里的笔，但二者有根本性的区别。传统手绘的工具有软硬之分，比如铅笔是硬的，毛笔是软的，二者的操作手感非常不一样。但是这个手感在电脑绘画工具上都是被电子工具这种硬笔体验所取代了。版绘上关于油画笔、毛笔之类这种软毛笔刷所画出来的效果，是用图片生成一个类似的纹理图样来替代的。直观的来说，就是版绘电子笔画画更像是用印章来画画，相当于把手绘中各种笔的基本面貌做成了图案来印，只不过这个图案的丰富性非常强，因为你可以用任意一张图案来印，所以它极大的扩展了绘画工具的丰富性，这是手绘不能比的，但同时它又是单调的。我们用铅笔或者毛笔在纸上涂写时，力道的大小，用笔的正面还是侧面来画，速度是快还是慢，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一支笔可以制造千变万化，但是版绘目前很难有如此丰富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你的笔能否精确地反映手的变化。对于高手来说，这份精确性很重要，这意味着他能把它更多的状态、更多的变化表达出来。那对于新手来说，这份精确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累赘，它会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控制能力有多差。用版绘我们可以轻松地画出优美的弧线，但是如果用手绘，我们就很快意识到我们的线条是歪歪扭扭的。所以版绘降低了操作的门槛，但它也限制了操作的天花板。以上这4个区别就导致了一些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许多长久使用版绘绘画的人很难再回到架上绘画的状态了。用了这种过度优化的工具以后，会觉得实际的工具很难控制。版绘界第一大佬 KM 对于新手的劝诫，我把这个视频放在这里。But it really, I spent so much time learning how to paint in Photoshop, dealing with the computer, that a large part of my artistic development was neglected. And I did not spend as much time drawing or painting as I should have. I was too busy screwing around with the hardware and the software and trying out different things. That changed, I think, about like 5 or 6 years ago when I really made a conscious decision to not use the some of the more advanced tools in Photoshop, like photo bashing or 3D, and I rededicated myself to simply drawing. And so that is what I would suggest, and that is the basis of my encouragement to you as artists, is don't let the power of the computer, and certainly within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I'm not sure how AI is going to become an even more powerful tool. Because the easier something is to do, the more people can do it, and the more your work is going to look like everybody else's. The simpler the tool, the more you as an individual artist is going to shine through. And the harder you have to work at something, I think the more you're going to achieve. So every illustration problem can be solved with 3D and photo bashing, but it can also be solved with a round brush or a pencil and paper. And for my own taste and where I am at, I would prefer seeing a whole bunch of drawings and a whole bunch of something that where experienced artists have used their massive amount of draw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o process the idea and bring it to life on paper, as opposed to a 3D model, which they all kind of look the same. It's a bit of
it's a problem because the reference and the models can, and like I say, the powerful tools of the computer can make it a bit too easy so that people aren't really working as hard as they should. And I've had so much more fun. I was getting to the point, I think probably in 2010 maybe, where I really didn't even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because I think it became like pushing buttons too much, and not using the computer to its fullest extent, and getting pencils and paper back out. Now I see an infinite horizon ahead of me.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you can do with that, but that's more, in here and here, as opposed to what the software can do. So that is my encouragement to you, is to draw. And not just to get better at drawing, because like I was saying in answering the first question, how well you draw or how dexterous you are in drawi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ut drawing is a way of thinking and a way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the better you get at that through drawing, I think the more attractive and I'm not sure what the right word is, but your work will pull more people into it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and hold their interest for much, much longer, if you have that depth of understanding that comes from massive amounts of drawing and thinking and analysis and pulling the world apart down to very fine levels. And it'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structures and how it fits together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your style. And 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that from waiting for the next super powerful paint program that has really cool custom brushes. That won't work. Custom brushes are probably the worst thing to ever happen to me. Anyway, so those are a brief outline of the strange way that I got into computer graphic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just some suggestions about maybe what you can do as young artists. Just some cautionary tales about things to kind of avoid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growing as an artist and as a person. OK。好的，看完了刚才这个视频，我们来看这4个区别导致的第2个现象。那也就是现在绝大部分的商业插画师基本上都抛弃了手绘，大面积的使用版绘来绘画了，因为太方便了，可以轻易的修改，可以轻易的使用各种素材，生产效率更高更稳定。那么由于前2个现象，就导致了第3个现象，也就是版绘界的绘画风格基本上都呈现了一种趋同的状态，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风格划分。很少有版绘大佬说我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版绘工作者使用的笔刷、调用的素材可能都是在同一家淘宝店买的。那这个现象以前也有，古典学院派的学生们画的画就基本上都很像，那是因为教学方法、操作逻辑是被规定好了的。而我们今天的绘画风格大量的趋同，主要是因为工具导致。所以这就顺便衍生出了第4个现象，目前绝大部分传统美术学院高校很少会教学生如何使用版绘，比如我的母校央美就从来不开这门课程，以至于我需要到外面报班专门去学习。这是因为同样实力的情况下，使用手绘的大佬，他能够展现的效果和呈现的笔触变化远远超过了版绘。在学术界的绘画交流展览里，也很少有版绘作品来交流。对这些大佬来说，版绘的限制太多了。但是近些年，有部分院校开始逐步放宽这个限制了，拥抱了新时代的工具，这是一个新的趋势。OK， 讲完前面这些区别和现象，那现在我要给出我的推荐答案了，你可以当一个参考。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从长远来说呢，我更推荐大家从手绘开始学画画。手绘能画好，学版绘几乎是无缝衔接。版绘画好了，你不一定能够回到手绘的世界。另外一个更深远的考虑是，任何一个人学画画都不是孤立的。我们接触绘画的过程，本质上是和历史上各个大师或正面或侧面的碰撞。我们迟早会在这个过程中窥见历史的一些面貌，
你会发现这个画室的风格其实来源于历史上某个画家的风格。你了解的越深，就越会看到绘画史的全貌。而我们现在已有的绘画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手绘史。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学习过手绘，将很难和这部历史发生深切的共鸣。我们将一直是绘画界的游子，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好的，谢谢大家的观赏。关于这个手绘还是版绘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了。记得一键3连。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